在今年的 Computex 台北国际电脑展2024上，SSUBT 就展示了他们最新的 Shudder 机箱当时展示的还只是首版的测试版机箱，如今 Shudder 终于正式发售了，而我也很荣幸可以提前体验到这一款 Shudder 机箱。那么今天就来和各位分享我对这款机箱的体验感受。SSUBT Shudder 是一款较为另类的海景房机箱这是一款我个人主观认为为了佐治摆放和精心设计的一款海景房机箱虽然官方自己并没有这样强调过，但如今市面上能够适配佐治摆放的海景房机箱真的非常少，而 SSUBT Shudder 的原生形态就很适合佐治摆放对于本身就是一个佐治机箱用户的我来说SSUBT Shudder 的出现确实让我眼前一亮当然，对于常规的右置机箱用户来说 ，Shudder 也能够通过90度转向的形式完成不一样的摆放展示这个展示模式我也会在后面给各位简单展示一下。SSUBT Shudder 的尺寸为417乘以237乘以508毫米，50.2升的体积其实真的不大加上它的形态整体看上去会显得非常的苗条，并不会有特别粗犷的感觉。而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原生形态下的主板 I/O 是朝上摆放的连同显卡也是接口朝上的吊装形式。这个形式下最大的优点自然就是 I/O 接口都朝上对于需要时常插拔接口的用户来说，体验会更理想当然我知道你们想说什么，这个形态下最大的隐患就是显卡接口朝上吊装的散热影响，这部分我留在后面给各位分享散热体验时再细聊。机箱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在前方安装了一个 RGB 导光条通过SATA供电连接，自带控制器和多种灯光切换模式并且也支持5伏3帧的 ARGB 同步功能。前置 I/O 接口默认形态是在机箱的下方提供了2个5G 的 USB-A 口，一个20G 的 USB-C 口，以及一个3.5毫米音频接口。风扇兼容性的部分 ，Shudder 能够支持最多10把12厘米风扇上下右3边各支持3把，还有1把是在主板背面这里。讲道理，我是不太理解为何主板背面有加装风扇的需要，我能想到的也就是1/8 ITX 主板背面也有 M.2 接口，而这把风扇就能够给 M.2 SSD 进行散热。机箱内除了顶部的风扇位以外下方和后方的风扇位均支持360一体式水冷，并且能够实现同时双360水冷的支持，这对于一款仅有50升的机箱来说确实是个优点。与此同时，这两边的风扇位也都提供了简易安装支架对于360水冷安装体验来说也会更加的理想。机箱默认标配了3把12厘米的 ARGB 风扇是采用一体式串联的方式连接，最终只需要一个 PWM 和 ARGB 接口就能够接上这些风扇了。只不过顶部的风扇倒是有个比较有趣的地方它的设计其实就是在接口旁边塞了3个风扇位。一开始我就很好奇，在这里安装风扇，那显卡的接口不就被风扇给挡着了所以一开始就觉得这个设计非常的蠢直到我看了说明书后，我才发现蠢的人是我可以在2把风扇之间腾出刚好一个槽位的空间，然后显卡的接口就可以不被风扇给挡着了这个设计确实是蛮聪明的但是呢，我这一次测试是采用了 ROG 的 S8701-1它的 PCIe 乘16槽位有别于传统的 ATX 主板，是向下移动到了第3个 PCIe 槽位上了，所以还是无法把显卡的所有接口给腾出来好在我只需要 HDMI 接口，所以影响并不大。但如果需要使用 DP 接口，那么就必须拆卸一把风扇才能够接上了。再来是主板位的支持，Shudder 除了常规的 ATX 主板以外，还能够支持绝大部分的背插主板，包括 MATX 版型的背插主板也都能够支持。CPU 散热器限高给到了170毫米高，绝大多数的旗舰级双塔风冷也都是能够兼容的。显卡最长则是支持370毫米长基本上也不用担心显卡的兼容性的问题。机箱支持最多4个2.5寸或3个3.5寸的硬盘硬盘的兼容性我觉得还算可以接受。不过有一个我个人觉得是挺好的设计巧思，那就是下方的2.5寸硬盘支架同时兼具了电源线遮罩的效果，加上本身的理线空间也比较大，再搭配上铺满各处的理线魔术贴整体的理线体验我个人觉得算是比较简易和轻松的。很轻松就能够达到整齐的理线效果。电源的位置在默认模式下是设计在机箱的后侧下方能够支持最长190毫米的电源。
同时对原味的设计，对于模组线的接口安装体验也非常友好，这个必须给个好评。最后就是为了照顾到右侧摆放的用户，Shutter 也能够进行90度的调转。这里先说明一下，我这一次只是简单演示一下这个形态下的外观展示，所以随了和风道位置我就没进行替换了。而在这个外观模式下，主板就变成了倒置的状态 ，I/O 接口也会朝向机箱外部。同时在这个模式下，对于风冷散热器的性能会更好一些。只是我个人主观的觉得，Shutter 在默认状态下的外观是最好看，也是最独特的。不晓得屏幕前的你们是不是也和我有一样的想法？大致上关于 SSUPT Shutter 的特点，我就介绍到这里。这里也给各位列出了机箱的规格详情，有兴趣了解的观众可以自行暂停参考。接下来就是要进入到散热测试环节。测试平台采用 AMD Ryzen 99950S， 锁定在全核心 5.3G 加 1.25 伏以及5G 的防掉压。显卡则是采用 Zotac 锁态 RTX 4080 Super PGF， 散热器则是 VK 瓦尔机里 A360搭配联力 S1 Wireless 风扇。在默认状态下进行30分钟的 AIDA64 FPU 单烤测试。9950S 的功耗来到了280瓦左右，平均的温度控制在93度。然后就是加入富曼甜甜圈连同 FPU 重新测试30分钟。9950S 的功耗依旧是在280瓦，温度则是平均94.4度。而4080 Super 的功耗则是在320瓦左右，平均核心显存和热点温度分别落在73度、73度以及87度。当然，为了给大家有个具体的参考方向，我其实也使用相同的配置，在常规的高通风中塔机箱中进行散热测试，方便对比参考 Shutter 的整体散热表现。从对比结果来看，显然 Shutter 的散热表现是不及那些高通风的中塔机箱，因此对于散热性能特别敏感的玩家，散热体验这部分就要特别注意了。当然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差距还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毕竟 Shutter 本身主打的还是以外观为主，散热体验的部分只要不是太差，基本上还是能够接受的。只不过显卡 I/O 朝上的吊装模式确实有比较大的散热性能影响，但对于如今的 RTX 40系列显卡来说，我觉得还算是能接受的。当然，如果你用着的还是发热较高的显卡，比如 RTX 3080或 RTX 3090，那么或许真的不是很适合选择这款机箱了。测试体验分享完后，这里也要给各位做个声明，我拿到的这款机箱并不是最终的零售版，有部分细节还是和零售版有所不同。依照 SSUPT 官方提出的声明，零售版在部分细节上的质感以及触感都会比起我们的媒体测试版会更好一些。但我不确定最终的拍摄效果会不会有所不同再来就是顶部的这一块磁吸面板的开口会更小一些，美观性也会进一步提升。最后就是为了提升整体的安装体验，零售版的2块玻璃面板下方也会增加定位柱顶部的滑孔面板安装体验也会有所提升。最后就是售价官方的零售价是在139美刀，截至节目制作期间还是不知道其他地区的售价所以这里就大致进行兑换做参考。你们觉得这个售价如何呢？欢迎给出你们的看法。其实，在6月份的台北展上 ，SSUPT 的负责人也有询问了我对于当时 Shutter 的手版机箱的建议当时我就分享了很多关于一些细节上的改进，而这些改进有一部分确实有获得了采纳但是这款机箱还是有一些硬性的缺陷最明显的就是显卡 I/O 朝上的吊装形式所造成的散热影响。虽然影响的幅度是在我个人觉得还能接受的范围，但是就是有影响，所以一定程度是会劝退部分对于显卡散热性能更敏感的用户。再来就是默认形态下，它是更加适合在左边摆放的形式，而右边摆放的形式又并不是它最独特的样子，还是比较可惜一些的当然它的优点也很明显独特的外形加上简易的安装体验以及更加紧凑的体积，如果你正好是一位机箱左置摆放的玩家，我觉得这款 SSUPT Shutter 一定程度上都会吸引到你的。至于它的售价，我个人觉得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但并不是很便宜就是了当然不排除实际售价会更低一些，那么入手的价值就会高了不少。我自己呢也应该会留着它毕竟我本身的确就是一个左置机箱的用户是时候也要替换一下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支持，也希望本期节目的内容会对你们有所帮助。喜欢这期影片的朋友不妨点个赞，而新来的观众如果能够点击旁边的小铃铛那就更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为止了，我们下期影片再见。